好，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呢，大家很多人心目中啦，就认为说呢，非常顶尖的这个哈佛大学哦，现在跟川普政府是不是要杠上了呢？好，我们来看到呢，哈佛有3名国际学生哦，投书给华邮，说呢，他们是哈佛的国际学生，就是因为很害怕才会呢撰写这篇文章，但是他们必须要发声。那么呢，更直言说，他们充满了恐惧啊，因为呢，川普政府哦可能会毫不犹豫的有可能就把国际学生从街上抓走了，甚至是关进居留所。那还说呢，如果社区遭遇攻击时呢，他们拒绝保持沉默，哈佛大学同样也不能。那这一篇呢，他说希望美国民众一起来对抗川普。还有以色列籍的学生呢，就说感觉他们好像是变成棋子吗？为什么呢？是这个哈佛大学跟川普政府之间的一个角力呢，却是要学生来承担呢？那他们现在很担心说，这个被拒绝再次的入境美国，所以以色列学生就说，认为川普政府正在利用哈佛发起一场远超过哈佛的斗争，而且呢，政府就是要借此打压跟当局理念不一样的思想，不是真正关心所谓犹太学生或是以色列学生的安全。那另外呢，是在哈佛其实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嘛，所以呢，中国学子啊，他们说经历了一场惊魂记，因为在这个校内国际的办公室电话呢被打爆之外呢，他们还说现在几乎可能是无处可躲啊，说这是哈佛难民哦。那当然，在哈佛呢，有中国学者就说：“好吧，你要这么做也好啦，因为这代表什么呢？未来你的人才会流失，你的科研优势都会因此而不见了。”他就说到这个时候啊，能够离开美国也好，因为呢，美国高校的这个科研资金跟国际化这些优势，都因为川普的这样禁令，已经是在快速的流失当中了。好，但是你看到川普现在在做什么呢？他是想要甩锅给中国吗？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啊，针对哈佛的这样的行动哦，结果呢，已经可以追溯到1个月前。可是不到1周之前，美国政府呢，才临时的提出说要调查哈佛跟中国的关系。那路透更直言说呢，哈佛跟中国的联系长期以来是这间学校的资产，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川普政府呢还不断指责这间学校的校园被北京支持的影响力行动带来困扰。那所以这样的联系呢，对哈佛来讲变成是了负担。好，可是美国现在整个战狼外交在亚洲地区似乎也是吃力不讨好哦，因为你现在看，除了刚刚讲到拿哈佛的国际生开刀之外呢，美中似乎陷入一场影响力的争夺战哦，就是说我来看看到底谁影响力会比较大。那川普政府呢，这样子的这个决策呢，恐怕会危及很多学子们他们原本要去美国念大学这样子的梦想哦。那如果这项做法延伸到其他学校的话呢，美国恐怕也会失去争取下一代人才的机会。还有呢，是在经济影响力方面哦。与此同时呢，白宫也不断的恶化跟盟国还有贸易伙伴的关系哦。这对白宫来讲当然是很不利的。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你看加拿大对于川普这场哈佛之争保持沉默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总理这个卡尼的女儿，她才刚读完1年级，所以她自己呢现在恐怕也不好多说。那加拿大呢，就是除了中国以外，另一群哈佛留学生的大户所以你现在川普打出这样的抗中牌似乎也打到自己的盟友加拿大了。这未来美加关系恐怕也会受到影响。好，可是川普呢，当然现在呢，他这个利益优先至上尤其是白人主义美国国务院的员工就说他们最近打开了电子邮件发现一份新的风格指南文件档，那其中就规定他们说可以使用哪些语言哪些语言是不能使用的结果根据这份指南当中呢，就说就出于种族或是民族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这一词呢，也就是说这个 PMVE 已经被禁止了。好，这 PMV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内种族极端分子但我们就想到说你看到之前这个有受害者的儿子他曾经呢就说他的爸妈在2020年的时候，农场里头被6名男子谋杀了，所以呢他在葬礼当天，他们就设立了十字架当作纪念。但是这样的片段呢，竟然被国际电视台给播出了。而与川普说法相反是什么呢？
他说这是那条路边从未埋葬过的尸体哦，白色十字架也不标记坟墓。还有另外是你看到在南非呢，白人居民啊也谴责川普咯，连白人自己呢都说川普这样的种族灭绝指控哦。那他就说呢，南非啊在西开普省哦，有白人居民就驳斥川普有关于南非发生白人种族灭绝的言论哦。那居民就强调说，所有人都可能会犯罪啊。那当然，在比较贫穷或是资金比较少的地方，犯罪率确实会比较高。但是呢，这个跟黑人跟你是白人是没有关系的。他就提到说，川普的言论啊，这是具有误导性的，可能对于南非的社会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哦。来，彬哥怎么看？说现在啊，哈佛学生啊，恐怕呢，就是国际学生很担心之外啊，还可能整个火烧到自己的盟友。现在恐怕不是单纯哈佛的问题，因为川普会对哈佛下这样的重手，他未来对其他学校大概也会如此。所以这个恐怕会引起美国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可是我实在是不知道川普到底打算怎样，他是要把手完全伸进教育这一块嘛，就是要去干涉所有学校的校内，包括言论自由，包括要去审核这些国际学生吗？那以后吓到这些国际学生都不敢来美国之后，这对美国真的是件好事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应该要去思考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虽然他的借口是说有人在反犹太主义啊，或者说这个哈佛跟中国大陆过从甚密啊，那问题是这跟其他学校的其他国际的学生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今天单纯针对的是中国大陆的学生，那应该禁止中国，对你禁止中国大陆就好。那你对所有的全部的国际学生开干，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看起来是整个冲着哈佛来的，那实际上可能也会扩散到其他的学校，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川普这样搞下去，其实除了让美国自己的信誉受到重创，然后让美国未来人才的来路越来越少之外，我真的不知道他能够达到什么目的。那实际上，过去哈佛跟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合作关系，那这些都是学术上的东西。对，那现在川普等于是要把这些学术上的合作直接指控变成，就是你跟中国共产党勾结，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种指控实在太吓人了。那川普等于是在进行一个新的麦卡锡主义，而且这个麦卡锡主义还是无差别性的。他基本上只要所有川普不喜欢的人，他就给你扣了一个帽子，然后就把你打成这样黑五类。那这样还得了？美国已经完全转化成为一个民粹国家了嘛，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现在在哈佛里头，不只有卡尼的女儿，比利时的公主也在那里，然后还有很多，因为哈佛很多国际来的优秀人才，对，那这些优秀人才未来第一个会影响到美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第二个，这个我觉得也会造成美国自己人才的断层。而且川普讲话有点口不择言，他今天还讲说，你们这些哈佛的学生有什么了不起？你2+2都不会算，你确定是这样吗？你确定他的程度比你差吗？我想哈佛绝大多数的学生的水准恐怕程度都比川普来高得多，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完全仇恨性的这样的一个动员，这是非常可怕。那他现在也在进行言论审查，包括这个 RMV 这些东西都不准他提。实际上我觉得之前本来人们期待川普是什么？因为过去这几年美国这种所谓的 DEI 啊这些相关的东西有点走过头了，所以有些人开始在反动了，就是认为说，哎，川普来是不是可以导正这样的现象？结果川普来不仅是导正这个现象，而且把它往天平的另一端用力的拉，现在开始就整个走向另外一种民粹化，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觉得美国经过这样的一个动荡之后，美国还能够称为世界的霸主吗？它真的还是霸权吗？我觉得这对这个世界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大概就是从冷战结束以后到现在，美国的单边的霸权现在开始慢慢被川普自己一个人在瓦解。然后瓦解了之后，这个世界重新回到多极的这样的，也许对人类是一个好的现象。可是，在川普的这样拳打脚踢的过程当中，还会让美国受到多少受伤，而且会让全世界的经济跟着一起遭殃，这就是人类要共同付出的代价嘛。可能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好像在重塑一个新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情势哦。来，这个大使，川普这样做其实对美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啦。对，如果说我们认为说，一个太强大的美国对世界是有害的话，那真的美国这个川普削弱美国的作为的话，我们基本上应该乐观其成。所以我们就专就这件事情来说
川普为什么这么仇视美国这些大学呢？因为他要替这个犹太人出气，他的罪名就是说，你们学校都纵容这些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些思想，让他泛滥。然后呢，还有校园里面有一些怎么样反犹太的行为，你们学校也不取缔。那其实，在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它是实行100%的言论自由。只要你不采取任何的所谓的实际的颠覆或者暴力的行为的话，你要怎么表达你的想法跟你的作为你要怎么样表达，美国的社会都可以容忍。那更何况呢？美国的大学校园，那大学校园它更是要在脱离于世俗之外，在这个学术这个大学的这个所谓围墙之内是任凭你的思想去怎么样，尽量的去怎么样。去自由的这个游徜于这个各种空间之内，这样才能够就是说各种思想才能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环境。所以我觉得川普在美国这样子拿这个一向标榜学术自由的标杆的哈佛大学这个开刀是不是要开始钳制美国的思想自由那另外一方面，这一次他还对哈佛大学很不满的，就是 DEI。他认为就是说，美国这些学术机构跟这个 DEI 没有划分，怎么讲呢？划清界限清楚。这里面最主要就是说，这些大学有他自己的所谓的招生的一些标准。那这些招生的里面就有什么？就有多元化方案在里面他就希望他的学生能够怎么讲呢？就有更多的这种不同的背景。那就没有完全依照川普他们所谓想要的，完全跟做你的学术成绩作为你入学的唯一标准。那这个部分的话，川普对他们也不满，而且强迫他们要更改他们的入学招生政策。那另外一方面，这一次又突然对这些国际学生下手，那就表示就已经显示了美国的保守派极端保守派对于这些美国的所谓的教育资源他们认为长期被这一些外籍的学生所享用那对他们这些在美国的这些美国人也是一种不公平。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便宜了外国人。其实这是一个都是很肤浅的很没有见地的一个想法。那这也反映了就川普跟他支持者他们的见识就是到这个程度。其实美国这个国家第一个是移民国家，第二个呢，他一向是用全世界的人才来发展自己的国家。说实话，这些能够到哈佛去念的全世界各国的这一流的人才，他们的基础教育阶段是受到当地他自己母国最多栽培、花掉最多资源的部分。那么到了美国，美国等于说是什么？美国等于是捡现成的。你还讨厌这些人，这真的是很愚蠢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看法就是美国人愚蠢，美国出现愚蠢的政府也不是坏事嘛。因为美国政府在过去真的反全球化，然后对世界各国霸凌，然后呢好战，然后呢到各国去挑拨离间，做了这么多坏事，就是因为他强所以他能够搞弱的话，那也不是件坏事所以现在哈佛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川普慢慢会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些反感。而且哈佛学生现在也没有坐以待毙所以我想这还会继续发展。而且除了哈佛以外美国这些所谓的常春藤的这一流名校都有唇亡齿寒之感。所以川普这一场校园革命能走多远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啦。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作为会受到美国这种我觉得主流价值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排斥。那不过我还是强调一个被削弱的美国并不是坏事。对，因为这很大家意外是说，号称民主自由但是现在这个政府的手是伸进校园吗？来，舰长。伸进校园一点都不令人意外怎么说？如果家里有孩子是在美国就读的话，相信在今年的年初也就是川普总统他还没有就任的时候，大概国际学生都已经收到一封学校的对于国际学生的信函，就是要求国际学生你尽可能
不要返国，待在美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返回台湾，返回中国大陆，那可能你就回不来了。那这个在川普上任之前，那个学校就已经有这种警惕了。其实真正的原因，也就是当时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发生了这个流血冲突之后，实际上来讲，这些常春藤学校的这些高层，其实他们都非常中立的在讨论有关于巴勒斯坦人是不是应该建国的问题。这件事情其实触动了以色列，以及触动了川普的内心啊。那另外，我们现在讲到说，他为什么针对于哈佛下手？因为哈佛他真正出名的不是理工啊。现在那个川普总统他希望这个有关于制造业能够返回美国，所以他没有对于麻省理工学院啊，或者是史丹佛大学这种以理工著称的这些大学下手，他专门对于这个法律以及企管著称的哈佛大学下手。那这些学校呢，实际上来讲，因为他们当初的学术自由，对于法律有一定的中立的看法，然后对于企管，也就是对于这个公司的治理也有一定的要求，那他们才能够不断的教导学生嘛。那结果让那个董王川普其实不太高兴啊。那这个不高兴呢，其实也就是反映在他的战狼外交之上。他的战狼外交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看得到，不过有用吗？其实没用。为什么？因为现在德国已经在对哈佛招手了，也就是你可以建构一个流亡校园，就是直接的到德国去建立分校，而且这个香港理工大学也对于这些哈佛大学的学生发出 offer， 你是哈佛的学生，我都欢迎你来。这个就是刚刚所讲到的人才流失的部分，而且今年现在有收到哈佛大学这个入学邀请的这些学生，他一定还有收到我们刚刚讲到，不管是斯坦福啊，或者是其他学校的这一些同意函啊，他这个时候就会做出选择，甚至他会选择中国大陆的学校，或者是香港的学校，然后以后人才向中国大陆集中，美国只会输得更多。只怕其他这个学校的学生有寒蝉效应。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川普啊，自从上任之后啊，大家很关注在经济层面呢，尤其之前有关税战嘛，那现在呢，还有说这美债是不是也快撑不住，出现危机了呢？首先，我们先看到在这个川普币晚宴当中川普演讲时呢，他甚至还表演说他耳朵被击中了，然后还跳舞，怎么回事？带你来看。Oops. 这种当然是他在选举的时候呢，当时大家应该还很印象深刻的那一幕好，只是呢，这个川普宴啊，他是招待说持有川普币的这些加密货币的前220名的投资人。那这些宾客呢，你要参与，你要能够吃这顿饭，要花多少钱呢？首先你要花费大概是1.48亿美元呢，相当于44亿的台币来买这些川普币，才可以拿到出席的资格。只是啊，这是不是骗局一场呢？因为整场川普只有现身23分钟，而且也没有和其他宾客互动，就匆匆离去。那在这里头呢，220个人全部挤在一个小小的宴会厅当中，甚至还有与会者就抱怨说，他根本就吃不饱，食物非常糟糕。那饮料呢，只有水，或者是呢，还是川普的酒那场外呢，则是有大概100名的抗议者，直接呢在这边抗议川普那甚至跟这些抵达的客人呢说他们是耻辱啊等等的。
那抗议者呢拿着标语哦，就是说要他们停止川普的加密货币腐败哦，还说啊民主不是让你拿来出售的，说这一场晚宴根本就是一个骗局。那在晚宴结束之后呢，川普币的价格啊，在23号的上午马上就跌超过1%。不过呢，你看川普啊，他持续的喊哦，说加密货币很重要，而且呢，他不希望中国在加密货币的领域啊，可以占据主导的地位哦，所以呢，他也要采取一些积极的作为。只是川普这样子呢，还有推出的这个减税案哦，他不是号称是大而美吗？可是却传出说会让富人受益。怎么说呢？因为你看啊，整个明年呢在减税哦，会有60%会流向收入最高的那20%的一群人，所以也就是说，富人将平均可以减税12600多美元，但是穷人呢却只获得160美元的减税哦。那你这个川普，你这样的政策到底是想要对谁好，对谁有利呢？低收入的美国人恐怕会感受到整个变化影响是更大的。那反而呢是有钱人还会因为减税哦带来更多的意外之财。所以呢，共和党甚至还提议说把美国婴儿要变成小投资者，像所谓的这个川普账户注入1000美元。好，所以他们自己现在国内有很多经济上的这个问题，可是呢，美债却可能也发生危机吗？因为美国打算要松绑规定鼓励大家持有公债哦。贝森特甚至提到说，美国监管机关最快在今年夏天就会松绑限制银行这个交易资本的规定哦，估计可以使美债殖利率下滑数十个基点。但是呢，你看川普像苹果欧盟却挑起了一轮的战火之后关税战火之后，你看贝森特现在呢是要急着帮他灭火，甚至还说川普在2月份下令暂停成立主权财富基金的计划，就是因为川普将会优先考量偿还国家的债务这是不是都代表说美债现在可能会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为难的状况呢？还有是美债大跌现在说幕后推手会不会就是日本？因为日本呢长期他们呢公债殖利率暴力式上涨，这也是导致过去1个月美债大跌的主要推手另外是还说要化解日债危机日本政府还可能不得不要求他们的国营机构大举买进日债来筹措资金，那钱就饼这么大嘛，所以呢，既然要买日债，那怎么办呢？他们恐怕呢就会抛售美债。只是美国呢现在还陷入是晶片战了，因为辉达现在不是说呢，他们也要来持续的推展晶片AI 市场吗？那路透就是说他们会打造一个中国市场中国版的晶片而且售价可以砍半，所以很便宜又好用。那最快呢6月就可以启动量产了。还有呢，现在更说华为他们有一款新的这个晶片号称是5奈米工艺而且呢这个实现说跟鸿蒙系统的深度一个合约那说在这个部分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突破的。不过先不论这到底真假啦，现在既然呢连中国的手机有外媒记者说因此呢他们被推坑了，我们带你来看。How much is that thing that was? Great. 简单来讲就是 CP 值啦 ，CP 值才是消费者想要的嘛。好，来彬哥怎么看呢？现在川普是不是塑造成一个大骗局金融骗局？不是，我觉得美国真的是个很奇妙的国家总统可以带头炒股票，总统带头卖这个，其实看得有点傻眼，对，你说怎么会这样？这国家到底在干嘛？好像完全没有任何人能够管他就公然在做这件事，然后公然接受贿赂，对，这公然叫你赶快来投资我的货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国家到底在搞什么鬼？但他就真的这样干，而且我看美国人好像很多人还认为理所当然，就跟着他一起跑。所以这个川普币，我说真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买？就是因为看好川普现在权力一把抓嘛，他高兴干嘛就干嘛嘛。所以他可能
只要跟着他走，可能到时候他就算本来会下跌，可能川普利用他的力量硬把他拉上去，所以都是为了抢快钱嘛，就是这样。那你说对那些投机客来讲，这当然很有吸引力啊。那可是我觉得川普也太小气了一点，就你把人家这些都投资大户，就弄来吃这种东西，也会太恶劣一点。44亿台币吃这个，对啊，场地也弄好看一点嘛。实际上他这一场如果办得好的话，也许他的川普币还会再飙升一阵子啊，就搞成这个样子就太难看了。所以我觉得省这种小钱干嘛？川普也是蛮无聊的。那可是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川普的政策虽然表面上都是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说要照顾平民百姓啊，干嘛？可是实际上他在照顾的一直都是富人，都是在照顾再次伟大，对他都是在照顾他自己的朋友，所以这些朋友当然你就支持他。可是问题是，你看这个减税幅度对富人如此之高，然后对穷人如此之低，这个不会引起美国一般穷人的反弹吗？所以我觉得恐怕很多人会对川普感到非常失望，也就是他们本来期待川普上来是要解决穷人的问题，结果他一心想的只是解决富人的问题，这个其实非常的不妙。然后他的关税政策到现在其实已经为他自己带来大麻烦，他现在又要跟欧洲开战，然后跟欧洲要一下子喊说6月1号开始我就要再加50%的税，那连前面的20%税不是75%，那还得了？那就是直接跟欧洲断绝往来吗？那欧洲承不承受得起是一回事，美国承受得起吗？所以我觉得川普在做这些政策的时候，虽然大家知道他是嘘声恫吓，可是你喊出一个人家根本不可能会接受的东西，那请问一下，人家要怎么跟你谈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川普的谈判策略，以前我们认为川普谈判策略应该是很高明的，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他蠢得蛮厉害，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搞什么鬼。那现在日债出现重大危机了，殖利率一下飙高，殖利率飙得越高，表示它垮得越快。那请大家注意哦，全世界每一次有大型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从日本出现，从日本的股债市出现。所以现在日债出现这样的东西是个警讯，会不会就此开始全世界进入经济大恐慌？这个都很难讲。所以只要稍微走错一步，人类可能就要重现上世纪的这种经济恐慌时期。那大家受得了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自己要考虑清楚，不要再乱搞。那现在辉达当然想方设法降规再降规，就是想办法逃过美国法令的限制，还是想办法要去卖给中国大陆。可是我也必须讲，中国大陆自己也在发展晶片。如果你降规降得太厉害的话，说你的价钱又不便宜，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买？对中国大陆来说，如果你的规格其实跟我自己做的差不多，那我买我自己做的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辉达这样做其实也不是办法，恐怕还是美国自己的法令要松绑才行。但是川普现在可能做这件事嘛，恐怕是不行的。那至于说中国大陆的手机 CP 值当然是很高，我实际上我也有用中国大陆的手机啊。那你比 CP 值，美国本来从来就不是对手，美国要比的是它科技的创新跟优越性。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连科技创新优越性好像也慢慢不如。对，来介大使怎么看现在美债这样的危机？美国现在大家都发现了，川普有这个贪腐的问题啊。他这个贪腐不是去偷一点小钱的，他都是在政策上大赚其钱。美国的总统事实上的话，他是可以影响很多货币的价值的。那因为他有这个位置所以今天你说你去买川普币，你是考虑川普还是考虑这个川普币的本身？你当然考虑川普这个人啊。那川普这样说，他用美国的这个他是美国的总统。人家一定想说，我买你川普币一定很稳，为什么呢？你搞不好跟你的财政部长讲说，这个我的川普币现在不太行了，你们财政部去买一点去那个去多买一点，或者说发表一些对这个所谓虚拟货币比较有利的一点言论，这个都会影响他自己这个货币的这个价值嘛。所以我今天如果要投资的话，我真的会认为川普币最稳。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手上掌有各种的工具，可以影响这个加密货币，尤其他自己加密货币的所指。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正常的国家都不会允许他们的政治人物本身去发行一个跟他极有关联的一个商品，而且还打着他的名字，公然的这样搞。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事实上的话，政治人物你的财产要交付信托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再经营你自己的产业，也许你家里很有钱，可是呢，你不能去炒，你不能很多事情都不行。然后上市公司的这些重要的敏感人士也不能炒股票要不然你就是内线交易所以现在川普的作为事实上，我今天上午还在看一个美国一个国会议员
他在国会也批评川普的10大贪腐案，每个讲的都振振有词。那比如说他除了这个川普币之外，另外还提了一个，就是说你知道梅拉尼他的老婆最近要把他的他的这个传记要开始出版了，你知道他的权利金多少钱吗？多少？4000万美金。4000万美金。你在这个时候，你作为你一个美国的总统的第一夫人，当然你有市场价值啊，可你居然用你这个身份赚了4000万美金，而且他还有他的儿子还搞了很多什么私人俱乐部，然后就变成就是说我在华府办私人俱乐部，你一个入场你要一个会员50万美金、100万美金，没有什么啊，就是大家来交朋友啊。请问一下，大家想不想跟你的儿子交朋友？对，如果有事情的话，找川普的儿子，找川普帮忙。川普每天都在写行政命令啊，那个行政命令一下来，今天不是这个你看最近他放宽所谓的这个美国的核电业的发展，那个如果说他这个行政命令下来，我今天的核电业相关的业者，我不是开始大赚其钱吗？另外还有就别人就说，还有一个他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把他的一些重大的这个政策的机密事先透露给他的朋友，比如说他搞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的时候，他开始之后他就说大家放心啊，大家赶快去买股票。然后有一次他在接见他几个富豪朋友的时候，当着大家面说，他好厉害，他赚了20亿耶，他一天赚了20亿美金。那你一个政策下来都知道啊，你今天如果说你要推动这个所谓相对关税，你第二天股票一定大跌嘛。那你过2天以后，你跟中国大陆谈判妥协以后，那你相关的你要相关股票不是要大涨了吗？这些都是内线交易。所以川普的作为是在美国总统说现在国际社会没有一个领袖敢他像这样做，真的。可是我认为他会负责的，迟早有一天，而且很快。来舰长。川普老了，那他未来呢？他可能觉得他有一届没了。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川普他个人的贪腐的问题第一个，从他第2任上任以来，他从这个卡达到塞尔维亚买进了非常多的房地产那这个房地产的交易的内容是什么？大家不太清楚。第二个，他之前到了中东，阿联酋其实提供了20亿美金资助这个相关于加密货币的部分，是不是就是川普币呢？我们大家也不知道。第三个，也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他资助了在迈阿密举行的这个高尔夫球锦标赛，这些都是外国政府出的钱那更不要讲说卡达要提供了他一架747的客机作为那个空军1号所以这一些都是很有问题的部分那其实之前川普接受了媒体1个小时的专访，他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加密货币非常重要，而且他希望排除中国，就是中国远离加密货币。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我们大家要慎重的想一件事情也就是他在里面讲到说，其实川普将加密货币视为这个中美科技和金融战争的一个关键战场。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下一轮我们才刚刚看到好不容易延后90天的这个关税战争，接下去下一轮是不是就要开始所谓的货币战争，然后美元大幅度的贬值。这个时候他在之前他跟他的富豪朋友们早就已经换成川普币了，不会受到这个美元贬值的影响。这一个就是中间最大的那个影响的部分。另外我们看这个有关于《纽约时报》就讲说他办了这一个晚宴光这个晚宴他的这一个川普币就上涨了60%，看看多可怕。但是在他这个宴会场所的外面有非常多人进行抗议，因为其实这一些群魔乱舞都是有钱人的那个飨宴而已。但是他不但赚了钱，然后未来还会得到川普的减税。那实际上来讲，
这个鹅毛从谁身上拔嘞？也就是从中产阶级以及低收入者身上拔，那个就是惨上加惨。好，那小闪带你来看到的是哈佛这件事情，现在还是一样全球关注。毕竟啦，它就是以世界的这个学校的学术界的殿堂来讲，它是蛮高，而且具有一定的声望跟地位的。那现在呢，川普他讲了，国际学生就不让他收，我就是卡你。他是怎么说的？他的讲法是说，你哈佛怎么不讲？你近1/3耶。学生通通都是外国人，那有一些国家他们对美国一点也不好啊，甚至呢没有打算为学生的教育支付任何费用。我们每一年给他那么多数十亿美元的补助，但是你现在我问你问题，你完全不给我答案啊！那你到底是跟哪一些国家好？你跟哪一些特别的人好？他就想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反正啊，现在就是跟哈佛对着干就对了。那哈佛也没在软的，打的是法律战。毕竟哈佛什么有名？法律蛮有名的哈。星期二呢要对决川普了，联邦法官呢就因应他们校方所临时发出的这个临时禁制令，要禁止华府禁止他们招收国际学生，礼拜2、礼拜4要再一次的来开庭。那也有国际学生直接投书了，华友讲的，他们说自己呢是充满着恐惧，他们希望美国的民众能够跟他们站在一起。毕竟啦，他们没有办法独自的来进行这场斗争。必须理解一件事情，现在呢，很多的国际学生因为 semester 的关系，所以他可能已经先放假回家，回到他自己的国家。那如果之后他再入境的话，会不会就直接被扣下来？他们也想问啊，就他们来讲，自己心里面面对川普这样不害怕吗？所以他说需要美国人民做他的后盾。但是现在国际间看的是什么？是如果川普再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哇，那可能就会让世界上面的学术殿堂地位产生直接垂直式的变动。这一位呢，说是在哈佛的中国学者，他表示自己在这个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份美国以外的大学的工作邀请，他说自己很开心，我能够在这边这个时候离开，原因是因为现在在美国境内没有人敢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他认为美国高校的优势正因为川普的一些政策快速的流失当中。其实不是只有美国的教育而已，来看到的是，就苹果来说，现在也因为川普那个关税大刀啊，让他一天市值就少了有2.9兆美元，而且现在呢，川普很直白的告诉你，我就是要你回美国制造，甚至呢，他直接跟你讲了，如果你再不回美国的话，哇，你之后呢挑战会越来越多，而且你如果真的要回来了，说实话，专家的讲法是你挑战也很多，因为你那一些自动化，你那一些工厂，你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帮你做那些小螺丝。那请问一下，回美国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工厂的生产链再一次的建造起来？现在呢，有人就讲了，苹果算不算犯太岁？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从榜1到榜3只需要一个川普，本来呢他们的公司产值市值全球第1，现在一个川普让他已经掉到了第3了。包括了 AI 竞赛，确实嘛，他在 AI 这个部分是落后嘛，所以他们一直在讲说要能够跟上。另一个呢，中国市场因为关税战的关系，整个就掉下来了，然后再加上川普的压力，不得了了，算不算是犯太岁？其实呢，现在对于川普来说，只要不合他的意的，他就会跟你硬干。譬如欧盟现在呢，他们要给他征50%的关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很明确的讲啊，我就是逼你跟我谈，为什么？因为你们欧盟太多人了啦，你们这样子搞不出个所以然来，也说不出一个结局，所以我就是跟你强力施压，我就能够加速谈判，加速你们的统一立场。那欧盟智库呢是讲了，其实他跟你强硬，你就得学中国跟他强硬，
最后你看看人家怎么做的，那才能反制。某种层面来说呢，你也必须理解，好像就是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如何跟川普打这关税战了。目前的欧盟其实他们的贸易中心呢，20多年来大转移，什么意思？也就是现在对中的贸易量是越来越高了，对英国的贸易量反而往后退。中国占欧盟的总进口比重呢，已经从8%变成了超过20%，是外部最大的一个进口伙伴。那如果在现在美国想要突然之间的砍它加它50%的税，您认为欧盟会怎么样来做反应呢？贝森特的讲法是说呢，反正我现在就是要强压它，但是对内来讲的话，我必须先处理我的债务问题，所以什么主权基金呢，我现在先暂缓了，我们要先把还债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第一件事情上面优先处理。另一件事情呢，则是美债。美债现在讲了，说为什么会这样跌？有人说是因为全球的债市有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这2天日债蛮多人在讨论的哈，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高盛的报告发现了日本30年期的公债已经为G4国债殖利率贡献大概80个基点的上涨压力。也就是说，现在有人有一种讲法叫做日本在卖美债救他们自己的国债。那目前看起来在他们的汇市以及在他们的股市上面并没有看到太深的影响，但是呢，在债市这个部分好像已经开始产生外溢效应，特别是对于其他国家的20、30年期的长债来讲，已经出现了一些殖利率的变化。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给川普再雪上加霜一过？这个其实呢，就是美国他们现在可能很多投资人也都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回过头来请教一下杨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川普？其实现在事情很多，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要跟哈佛杠上，然后直批你们有多少学生是来自外国？他要跟哈佛杠上，其实是他上来之后，他对整个美国的这些精英大学、常春藤大学。除了那个宾州大学他的母校之外，他跟他们杠上，但是大部分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Johns Hopkins 大学都退让，哈佛顶的那边不接受，不愿意缴出任何的资讯，也不愿意同意他做任何的要求，所以呢，他当然就不能接受，在美国里面有人还跟我顶的，不听我的命令，所以他就透过国土安全部的方式。然后呢，针对所有国际学生跟交流的学者，因为取得签证必须要国土安全部这边来签发，他就说，现在的这些学生，就可能失去他的学籍。是，理由大家大概都了解，就是为了犹太集团，是犹太金主，以色列政府，因为这些人过去从去年到现在，主要就是针对加沙问题的抗议，那很多人还被抓啊。那今天有3个，就是看到这个哈佛的学生写，他里面写的内容完全都不敢提到加沙，在打擦边球，但是呢也很聪明，否则会被抓。但我觉得更深层还有2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他根本就在打民主党的大本营。这些学校都在就是美国的东北岸，然后呢都是常春藤，也大部分都是自由派。所以从校园到地区，到这些相关的支持者，他就是要去打压他们。那第3个，我觉得重要原因是他的支持者，川普的支持者里面有很强的来自于美国中西部跟南方，叫福音教派。这个福音教派对于相当的这种精英主义，所谓的建制主义，美国的这个建制政府、深层政府是很反感的。所以你看他不断的就是在做政府瘦身，然后呢要挑战建制派，那这一些在大学里面很深层的存在的这些整个制度跟人员，其实都是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是比较深层的。但最主要是他当然敢下这个手，那最后能怎么样的结果，我是觉得法官应该挺得住了，所以应该哈佛的学生不会想要去转学真的没办法的话，我想好多学校现在已经都提出说，你可以免费到我这边来。我倒是想讲一下他这个跟欧洲的这个50%的关税，那比对中国还大啊。那中国现在是30%到50%，平均起来我算一下，大概是42%。那可是呢，
这个如果对欧洲全部都50%，他当然贝森特就讲了，我就是在逼谈，也就他不是玩真的。所以呢，欧盟要怎么样的退让，要怎么样的谈，这是接下来的技巧。可是我这边要提醒我要提醒，川普集团是最大的炒股集团，他根本也是在炒股，过去几次都是如此。当欧洲50%的关税他宣布的时候，你看美国股市掉了500点，然后呢进行了谈判之后回来，这一掉一降一升，如果你看懂，你在跟着川普的喊话，做怎么样的逆向操作的，他的家族、他的金主、他的阁员都赚钱了。5月22号，我不是随便乱讲哦，5月22号，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就公布了，有10多个、20个美国川普现在阁员的部长，在这一阵子卖股票的时间点抓得真精准，包含司法部长、交通部长，这根本就是一个史上最大炒股集团。你要看得懂他的这个操作，他喊话，因为他一定是直线施压嘛，所以就喊得很大，对，那股市一定就会反应，这个股市真的没办法，因为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市场就是市场，所以这个市场就是反应之后呢，你现在如果懂得4月2号那一波之后，大家都看懂了，因为川普有现在4月2号对等关税的那一波赚很大，那就是讲的这几个人，包含司法部长、交通部长，川普的金主跟家族们，因为这些资料查不到，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也有这种炒股的嫌疑，所以我说川普集团是史上最大炒股集团。是，来请教一下左老师，您会怎么看？好，这个其实 EU 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谈判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在这个第一波对等关税出来之后就是 EU 跟中国大陆是对美国采取最强硬的态度。那现在川普这边的这个顾问们抱怨说好像这个进展很缓慢。当然，其实 EU 本身有它结构上的限制了，我觉得不是问题，因为它毕竟是一个27个国家组合，因为它所有的决定如果要通过的话，它是要55%的这个55%的国家，65%的人口，所以最起码在27个国家里头要有15个国家要同意，那这15个国家占65%人口，所以它本身程序是的确是一定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共识但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现在 EU 负责主谈的这个代表，就是他的这个贸易代表，事实上他是来自斯洛伐克的一个外交官那他也曾经想去选过斯洛伐克总统，所以他本身不是出自一个大国嘛。当然，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他在过去这一年，在2023年到2024年，他主要是负责推动 EU 的这个什么呢？就是绿色行动计划。那所以说，现在川普政府跟 EU 之间主要卡的这个贸易问题，最大的是什么？它主要最大的就是一个是欧盟的所谓的这个环境税，这个所谓的这个边境碳税嘛。那包括还有什么呢？包括就是欧盟的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的这个标准，这两个都对于美国产品要进入欧洲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障碍。那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你这个贸易谈判代表他本来一直在推动的事情，所以当然他在推动上其实也会有困难。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现在主要是他1打2了，因为美国他的这个贸易，他的对口是美国贸易代表，还有一个是美国的商务部长当然他们最近大概是见了3次。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比我们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负责人，我们这个谈判代表的，我们谈判团队的最高负责人跟到美国去的时间次数还要多。不过因为欧盟它是27个国家，所以是要复杂很多。因此现在看起来他们还没有真的就是说触及到这些核心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才会使它整体的卡关。那当然，现在如果这个整个计划都在卡关，美国要推动其他事情就不容易。比如像现在讲到这个主权财富基金，但为什么主权财富基金会卡关呢？当然，因为川普一直说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呢，他要这个贝森特跟跟这个商务部长提出方案来，然后他们的方案他不接受，所以显然川普的期望是非常高的可是你现在在美国已经就是说他债务高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要再找到更多的财政资源能够去挹注，这个是不容易的。然后呢，还要能够通过这个挹注之后，你要减税，因
因为最重要的是它同时又要减税啊。为什么要大规模的这个增加关税？就是为了它要减税嘛。所以你现在在减税情况下，你的财政资源要从哪里来呢？所以最近有一个新的构想出来，就是日本软银的总裁孙正义说，不如日本跟美国来合组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好了啊。那这样两边共同持股，两边的这个财政部共同来做决定。这个我觉得说不定最后川普还会蛮喜欢这个构想，最起码可以少出钱哈。好，不过如果这真的成立的话，日本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不应该开心。来请教一下肖舰长，舰长你会怎么样看？是我先讲一下这个哈佛。当我知道说川普居然跟哈佛对上，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当初读的学校就在波士顿，波士顿大学跟哈佛其实蛮近的，所以那里我们有一些同学会的其实是哈佛来的人。你们可能完全不了解哈佛的人对自己有多么的骄傲。在美国有一种这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他是哈佛毕业的，你不认识他，你跟他第一次见面，3分钟、5分钟之内，他一定会用各种的言语暗示你他是从哈佛毕业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骄傲。那我以前都觉得说，就是很多人去申请，他比例很低嘛。可是我想清楚他那个道理之后，我才发觉，哈佛真的很厉害。你去想，他每一年申请到哈佛的人有上万个国际学生，全世界国际学生。他最后录取大概几百个，所以他百分比大概3跟5，在这之间不同的系是不一样的。你在想，3%、5%也还好吧，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情，这1万多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们那个国家第一流大学的第一流学生，你知道吧？今天如果我在台湾，我举个例子，我不是第一流大学的第一流的学生，我拿不出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我怎么敢去申请哈佛？所以任何申请到哈佛的人那是他一辈子的光荣，从家里就觉得很光荣。他们能够去那真是飞奔而去。那今天川普用这种方法跟他们对上，你去想一个，真的这6800个国际学生被推出去好了，叫他们回去。我跟你讲，全世界的所有的精英大学都会去抢这些人呐。那平常为什么不去抢？人家不会去的，因为哈佛对这些人就是最大的一个吸引力，你知道吧？所以你怎么跟人抢得到呢？那你如果说这个川普说把他们给丢回去，我跟你讲，美国会很伤心，哈佛会很伤心，其余的国家的这些精英，好比说我们台大，只要来一些华人，他们一定是第一优先录取这些人。然后还有一个，他跟这些哈佛的这种对上精英学校的这种高级知识分子，你知道这种高级知识分子他什么东西最硬是吧？他的风骨最硬，他不会跟你轻易去屈服的。就好像当年台大的管中闵校长，你会发觉当时多大的压力。你仔细去想，你看过管中闵去形容他那一阵子，你就会知道，如果你在这时候你退缩，整个台大的校誉都会跟着一下子垮掉的，知道吧？那所以哈佛这次你叫我去赌，最终失败的一定是川普，哈佛会挺过去。如果哈佛退让了，全世界的哈佛的校友都会以这个为耻。其实呢，对于线下来说，大家想问的就是川普他到底想要跟世界传达什么样一些理念？特别呢是在军事上面，来看看他现在出席了西点军校的闭点演讲的时候，他强调的是重点。我重建了军队，原因是因为呢，是在我第一个任期之内，我才重建了那一支军队。现在我认为啦，我们绝对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要怎么做呢？所以就是要保卫美国为优先。他强调要粉碎对手，但问题是我们以前一直想要保护这个、保护那个，那个都是其他人。我们现在不是去什么举办变装秀，或者是去保护别人，我们要粉碎对手，我们要保护自己。讲是这样讲，但他怎么做？首先，他在国安会这边裁员，编制350人，他砍半了。那大家想问，这个做法代表着什么？原因是因为被遣返的人当中呢，只保留了少数的高层主管。那所以很多人的讲法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要确保总统的特权不受任何替代方案的挑战？但是问题是，他想要掌权，他不想要把这个东西权力下放，他想要有一种讲法叫清洗白宫啦，就是里面都是我的人，以我为主。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大家都是突然接到通知的，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中国事务的相关人员，这个其实不就是在拜登他们任内的时候所设置的办公室吗？通通无一幸免，除了一位高级主任之外，
大家全部回家。所以呢，大家现在就看到了，从国安方面的疑虑到经济引擎，到底为什么川普会有这么多的变化？譬如了，在选举的时候呢，美日钢铁合作案那个时候吵得可凶嘞。川普一再的讲，绝对不能够让日本拿去等等等。但现在呢，突然之间有一些转圜的余地哦。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还要支持日本制铁还有美国钢铁之间的合作计划，还说这个是宾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案。当然啦，日本公司在这一块特别是像石破茂来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一块是能够为你创造很多很多的就业机会。强调绝对美国制造也会让你美国优先。可是原本他们所强调的那个本土所有权不能让日本进来的那个意向，现在好像开始因为这一些的可以谈，所以慢慢的放下。再来啦，就是现在他也需要日本的一些帮忙。好，先前呢去韩国这边谈造船，那现在呢还有另一个是什么？是现在他们要拥有全球最大的 LNG 船队。那这件事情呢，日本这边讲了说，好啦，那我不要跟中国订船了啦，反正现在呢你们只要看到中国船，我也怕你以后会给他课税嘛，所以接下来他要转向其他的地方下定，可能是南韩的造船厂。这个事情呢说竟然也变成了在这一次谈判关税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之一，也就是你跟中国的距离，以及你是不是真的加入我美国队。美国队里面现在有个成员不见了，最近真的很少看到他，Elon Musk。Musk 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大家讲是不是其实在 X 平台上面下被大量转传的一个影片，说习近平跟川普站在一起啊，然后习近平呢一度双手插入口袋，但是川普看了他一眼之后，立刻抽出并立正。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假的？是在打推特战吗？因为推特呢现在也传出说，竟然呢在24号全球大故障，有好几万的用户受到了影响。那马斯克现在正在忙什么？他其实就在忙他自己的事业，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之前不是加入了他们的效率部吗？结果导致他自己的特斯拉完全的崩跌，所以现在回归24小时的工作状态，这对美国人来讲，这个叫超时工作呢。甚至他要到工厂里面去打地铺，大老板都去工厂了，你认为下面的人会是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川普最近不太提到马斯克，人家就问，到底为什么连名字都不想提？那又是为什么现在他直接被冷处理？那些改革好像也都受阻了。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巴农出来爆料了。巴农是谁？他是呢，他第一任时候的一个哥们呐。其实呢，也算是每一个人都闹翻，他是少数比较没有闹翻的。他就直接跟大西洋讲，他说是因为马斯克想要接触国防部对中国作战的机密计划，然后那个时候川普不就直接下令吗？不让他碰。他说就是这样导致他跟马斯克的兄弟情变调。这个讲法是不是表示马斯克想要刺探些什么，被川普发现了？是这个讲法吗？来，回过头请教一下杨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川普现在呢强调我是第二任了，我第一任的时候干了很多好事，现在我要干更多事，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的国安会有350人，其实真的并不多。以他过去的角色跟功能那在国安政策的拟定、部会之间的政策协调，以及对总统的这个幕僚建议他350个人真的并不多。台湾的国安会大概应该在200人上下。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增加，应该有是增加。所以350人并不多。你说为瘦身，我觉得他也不是真的为这个政府瘦身。那你说他不分赃，他其实这个所有的大使都分赃给他的这个金主们，所以这个人不是说他不分赃那我觉得他其实是他认为他不需要国安幕僚，而且他过去的经验，从他第一任到他这一任的国安顾问，其实都跟他搞状况，然后呢，都跟他在就是表现出好像我比你还懂国安，我比你懂军事，我比你懂安全，我比你懂整个经济各个方面对于国安的影响，那总是有点高高在上，要不然就出状况搞事情，像这一次被派去联合国大使，然后他就把他整个给裁掉。那他不需要国安幕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处理任何的事情，在所有的国安的议题上，这个就很危险。以美国这样总统的权力，
他当然不可能这个万事都懂，然后议题跟议题之间的关联性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对国家安全或对经济、对政治产生的影响，国内的、国际的，其实这就是国安在看的东西。是，那但是他的经济幕僚不会给你想那么多啊，他的军事幕僚不会给你想那么多啊，总是要有这些人在提醒你。但他不喜欢这些人，过去不断跟他搞状况，他觉得他自己可以 handle， 这就很危险。这危险代表着接下来没有人再帮他，比如说踩刹车或者提不同意见，他不需要不同意见。这也解释为什么马斯克要离开。有人说是因为他那个 Doge， 也就是政府效率部，功能阶段性的结束，好吧，我接受了，这很小的阶段。那第二个是说，特斯拉的股市掉了，这个不得了，掉了71%，在大陆的这个市占率也大幅的衰退。这个也是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大家是觉得，我个人觉得马斯克看到川普提那个对等关税，觉得这个实在是闹太大了。用这种方式来对全球的经贸以及科技的研究，你知道马斯克的起家，那就是来自于这些就是科研、新创，然后呢，整个在国际的贸易上，他才能够走到今天的。结果川普搞这个东西，我觉得跟马斯克一直以来的理念是不一样的，虽然他没有直讲。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要再去做川普的团队里面另外一个弄臣，也就是这个都是一个巴结回声虫团队。那每次都说吾皇万岁 ，Long live the king。每次开会的时候，一定要大家称赞一下川普，没有称赞的还被川普点名了，你想想看。那马斯克觉得，我不需要在这边称赞任何其他人，尤其像川普，太多人称赞马斯克，现在发觉好像没有人这样称赞我了。当我加入川普团队之后，所以他不需要再做另外一个弄臣，那他就大概要离开这边。因此，我觉得他也是应该时间要离开了，否则的话，他的事业，他的这些新创会吸引不到更多的优秀的人。那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他还是临走之前，美国在弄那个叫金琼，也就是国家反飞弹系统。那他的 SpaceX 被认定，国防部长认定是在所有的这些企业当中唯一符合资格的，因为在未来的太空作战或者是轨道的这些相关的措施那 SpaceX 有它既有的现在的这个成就然后呢技术，因此将来他跟在就是川普政府的金琼计划合作，他一定是讲在前头的。所以这个人他虽然离开，但是他还是留了很大一块利益要被他独占。那因此我们也不是在称赞他不做弄臣，但该赚的钱他还是想赚的。毕竟商人嘛，我是不是他还是需要跟他的股东来做报告的？但请教一下左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现在就发现了，他其实呢很多东西是混在一起的比如说跟日本这一块要谈关税，但是其实有很多跟国安有关的、跟商业有关的混在一起了。没有错。其实川普的特色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一门生意。那刚才这个延续杨老师讲的话，我认为这个马斯克跟川普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比如像最近川普跟这个南非总统在白宫大吵一架，川普说：“哎呀，他这个在南非这个制造所谓的对白人的种族屠杀genocide，他用了非常重的词那当然马斯克就在旁边结果后续发展是，现在据传南非已经要许可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Starlink 在南非可以营运。那你说这个事情对南非有好处为什么不让他？不是因为在南非的话，它有规定说，你只要是这个电信公司的电信营运商，你要符合让黑人持股30%。但是现在南非允许这个 Starlink， 它是可以免除这30%的这个要求。所以看起来那场吵架是有点帮助对马斯克来讲。所以我觉得川普还是跟马斯克有一些有一些默契那当然，所以现在看到这个日本跟美国的这个钢铁公司也是一样的情况，在这个选前的时候，因为拜登是反对，那川普也反对。那主要当时是因为美国钢铁厂的这个美国工人反对。
那当然，因为民主党是这个他的群众支持群众很大一块是这个工人劳工阶级嘛，所以当然他就反对。但现在川普为什么转头又支持了呢？当然几个原因。第一个，因为美国钢铁公司总部在哪里？在匹兹堡，在川普的故乡哦，所以就好像他没有把宾州大学放在这个黑名单里头一样啊，在这个宾州的这个生意，他要考量到他的一个就业的影响。第二个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也要在这里头玩一些他的这个游戏，比如像什么，他要先跟这个日本钢铁公司签一个所谓的国安协定，就是说你这个到底你未来的这些你未来有多大程度要保持美国的这个所谓的铁矿的经营，你要保持多少在美国的这个投资，这些都是他在所谓的这个美国在这个所谓国安协议里头，然后根据这个国安协议再让他通过这个审查。未来他的一个想象，未来他的一个规划啊，就是说能够在这个日本钢铁厂，在美国日本钢铁公司在美国钢铁公司的这个经营呢，是要另外成立一个董事会，等于就是你拿了日本的资金，但是这个美国钢铁公司还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可以独立的经营。那川普或美国政府只要去有效的去掌控这个董事会，他就可以有效的去掌控这个美国钢铁公司，所以等于是现有的美国钢铁公司，一方面得到了日本钢铁公司的资金，二方面又可以让美国政府又可以介入这个美国钢铁公司，所以这个当然是一门大生意了。当然，这个背后就是他把钢铁视为他所谓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个产品。这里头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的对外投资机制，所谓外来投资的审查机制，因为美国的外来投资审查机制，它是有一个是可以有一些个案，它是必须要由总统来同意的。那当然它是有符合一定的条件，但只要符合这些条件的时候，总统就可以有权利去说同意或者不同意。那因此，川普现在他的一个表态就变得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虽然你可以说是给美国总统非常大的一个特权，但某种程度它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让总统的这个决定呢，让大家看得到。像我们现在是什么？是由投审会来决定。可是投审会背后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大家不知道。所以呢，其实有很多它的因素。到底说我今天这个个案进去以后，我到底要找谁去负责？没有人知道。这个反而是不利于他这种投资过程的这种流畅度，不利于他投资过程的这种透明度。所以我觉得反而未来我们政府在考虑到这个所谓外来投资的时候，应该要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政府在审核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来请教一下舰长。我昨天看了2个新闻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而且坦白讲内心还蛮震撼的。第一个就是美国总统范斯副总统范斯去参加海军官校毕业典礼的时候，当然他讲了很多话，中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他说美国长达数十年全球领导地位现在已经结束了，这是范斯对海军官校学生讲的。接着川普到西点军校，就是对陆军官校的毕业同学讲话的时候，他讲以下这一段话他说优先考虑保护所有国家，而非我们国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就说以前我们还要保护这个保护那个，然后我们美国还可能还排在后面，这个日子结束了。美国的核心任务，美军的核心任务是粉碎对手。就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谁想要来打我们，我们要粉碎他。这是他讲的第2句话的意思。然后第3个呢，他说美国不是在举办变装秀，用枪杆子去改变外国的文化，将民主传播到全球每一个人。美国总统在陆军官校的西点军校的演讲的时候讲这些话，是代表什么意思？别的国家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只要照顾好我们自己。以后你们的任务，陆军官校的毕业生、海军官校毕业生，你们只要专注于我们自己这个国家就好。听完这个话，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以后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台湾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人认为美军会介入呢？我先不管这个对手是谁，美国现在川普总统的态度就是哪个事件我都不管，容不容易我也都不管，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只照顾好我们美国自己。那当然，你可以说他最近这样子讲，可能是不是可能他一时的什么想法？你错了。他第一任1.0的时候有的他的一个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写一个回忆录，叫做一触即发。
我当时看那本书，我也非常的讶异。川普整个过程不断的跟国防部部长讲的就是，你要把所有美国在海外的驻军全部调回来。他一直的观念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管全世界？我只要管好我自己，我只要照顾好我们美国人民，我收好税，美国人民发财就行了。其他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哪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怎么样，关我们什么事呢？所以我还是要讲，川普现在会慢慢的从很多地方都把军队抽回去，这是他的一直以来的念头。不要期望台海爆发战争，美军会介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